爸爸，你是不是要跟妈妈离婚啊？若曦，为什么会这么问？奶奶刚刚问我是想跟着爸爸还是妈妈。我们班陈佳琪的爸爸妈妈就离婚了，也让他选跟着爸爸还是跟着妈妈。我不要你们离婚，我要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。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？我们人够了，你去那边玩吧。别跟家长打扰我们。我前2天都把我小马宝莉的卡借给你玩了。我妈妈说不让玩的东西已经给扔了，说你妈妈不是好人。对，我妈也给我说了。哈罗西，你的妈妈是个大坏蛋。你们胡说！那你看，我们走。不许走！你们说我妈妈坏话，你们得道歉。我才不道歉呢！不许打架！住手！老师不是讲过要团结友爱吗？怎么动手了？跟老师说说怎么了？倩倩怎么了？你们先全校道歉，然后孩子转学。倩倩妈妈，您这话就严重了吧？你们学校招生都不做背景调查的，什么阿猫阿狗的都往学校里招啊！你让我们其他家长怎么放心把孩子交给你们？就算我在夜总会上过班，跟我的孩子有什么关系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们这种不三不四经历的人，能教育得好孩子吗？你凭什么下这种结论？就因为我在夜总会上过班，你的孩子就可以霸凌我的孩子？你就这样纵容孩子，不分是非对错吗？戴老师，若曦爸爸，哎，我来晚了。怎么着，人多了不起呀？你们今天要道歉。倩倩妈妈，我刚刚去班里了解了一下情况，今天这个事儿啊，是倩倩先动的手，要道歉也得是倩倩跟我们家西西道歉。你胡说，是你们家孩子先动的手。戴老师，那个区域有监控，要不我们调下监控吧？倩倩妈妈，来。确实是倩倩先动手，咱班好多同学都看见了。到时候真追究起来，事儿闹大了，那倩倩下个月代表他们学校去区里参加书法比赛的事儿，恐怕就……快道歉！对不起。西西，你原谅倩倩吗？我不想原谅他。不想原谅，就不原谅。戴老师，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若曦爸爸，谢谢光临，请慢用。给妈妈吃啊？好吃。妈妈，不管你是什么样子，我都永远爱你。妈妈也爱你。你之前特别喜欢那套机器人探险的书，妈妈都已经给你买好了，到时候让爸爸给你拿到爷爷奶奶家去。
我不想住爷爷奶奶家，我想回咱们自己家。妈妈最近太忙了。吃饱了吗，若曦？哎，上车。坐好啊，把那书包往里挪挪。好。行，那你们先走吧，我先回了。要不今天咱们……你先接电话吧。妈的电话。妈，您说。啊不，我们这就往回走了。啊？怎么了？爸爸妈妈走了。啊，若曦，我接到了。我们这就往回走。啊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挂了啊。梅丽，下雨了，快上车。我要反。小心抄手，多大横儿。快吃吧。我没有钱。不用钱，快吃吧。你那个腿伤了，下雨别沾水感染了，赶紧贴个创可贴。对了，我叫韩栋，我呀每天7点半之后都会在这儿出摊儿。你这2天要是不方便吃饭，你就到这儿来啊。我叫林美月。美月，这个名字好听啊。琪琪，妈妈想死你了。妈妈，我太想你了。妈妈也是。走，妈妈带你洗手去。来，伸手。好。结婚这些年，每次聊到过去的事儿，
你都会岔开话题，我心里就明白了。因为不愿意提的过去，你把王超找的那个女的关在地下室，这事儿我知道。后来又跟阿梅走得那么近，就更加证明你心里有秘密，而且是我们这家店藏下的秘密。其实有很多次，我都想跟你说。我知道，你每次想跟我说的时候，我都知道。我之前自己偷偷想过，如果你愿意跟我说你过去的事儿，不管是什么，我都会抱住你，让你以后不再伤心。如果你不说，那我们就好好的过一辈子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件事会被孙海涛以这样的方式掀开。如果10年前的那个晚上，我没有遇到你，我都要感谢老天爷，那天晚上遇到了你。可是我瞒了你10年，对不起。该道歉的是我。等你来的时候，我没能为你遮风挡雨。美月，美月啊？美月，快！怎么了？之前拒绝过我的那个叫王雪莹的女孩又答应见面了。真的吗？你看，今天要是能顺利的拿到这份证据，就离孙海涛受到惩罚又近了一步。是啊，他能做出这个选择，得需要多大的勇气。一会儿人家到了，千万别给他压力，有啥事慢慢说，别着急。慢慢说。哎，来了，雪莹，哎，里面坐吧。也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，给你要了跟我们一样的茶。我是韩栋，这是我太太林美月。你好。那个，你们2个女孩说，我，刚好我要去打个电话。当时孙海涛把我叫去了他的办公室，他跟我说他喜欢我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一直也喜欢他，我就答应当他女朋友。你当他女朋友？你是不是太紧张，搞乱了？你今天跟我联系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。约我的人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？
水莹，去车里等我。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啊？去吧。韩东，我来就想告诉你们，别多管别人的事儿，想在网上联合大伙儿搞我，哼，幼稚。要不是看在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份上，我早就弄你了。还有你，忘了自己之前是什么身份吗？你别说，你年轻的时候真的应该挺漂亮的。回去开好自己的面店，别去管那些跟自己无关紧要的事。雪阳，我想再跟你聊两句。我跟你没有什么可聊的。雪阳，我知道孙海涛肯定是威胁你，你不用害怕，我会陪着你一起去找警察、找律师。然后呢？孙海涛已经跟我说了，只要我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他就会买通网友，操控舆论。网上那些键盘侠他们会骂我什么样？骂我活该，骂我不自爱，骂我是这辈子都活该被强奸的死绿茶。我妈她已经因为这个事情住院了。你想看见什么？想看见我们全家都被网暴，看见我妈一把年纪了，还要受别人指指点点，是不是？雪阳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，但你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。他现在甚至已经把手伸向了未成年人，我们不能眼看着他毁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啊！你一直怂恿我站出来说出真相，那你伸张完你的正义，我和我妈以后的人生怎么办？怎么了？睡不着啊？老婆，我是不是错了？我们要做的本来是想要孙海涛得到应有的惩罚，让他不能再去伤害其他无辜的女儿。可是今天，当我看到王雪莹，看她那么的恐惧、无助，当我听到王雪莹告诉我，她只剩孙海涛会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多大影响的时候，突然就混乱了。
我到底在干什么？是不是早就应该放弃了？你想替那些女孩讨回公道。也许有人觉得你傻，一根筋。可是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你这种傻子，正义怎么可能会被更多人看到呢？你就去做你认为对的事。对，有些南墙必须得有人去撞。一个人要是撞不动，2个人、3个人、4个人，总能撞出些事情。对。阿姨，水打过来了。哦，谢谢。我给王涛又存了点住院费。哎呀，谢谢韩栋，不用你掏钱，阿姨一会儿把钱给你啊。不用。少奇，阿姨，他这少奇别怕，这是不是？快把他扶下来。对，快把他抱下来，快点。少奇别怕啊，放得下来。就是别闲，让他侧躺着，没事，让他侧躺着缓缓就好了。王超恢复怎么样了？老样子，医生说什么时候醒还不一定呢。美月，你生西西的时候，那个剖腹产那个伤口是横着切的，是吧？对啊，有竖切的吗？我记得医生跟我说，现在基本都是横切了。早些年，产妇或者是胎儿遇到比较紧急的情况、危险的时候，会选择竖切。上好了，嘿，坐过去了。哎，慢走啊。好嘞。何警官，有个事儿我想请教您一下。你就说，东哥。就是假如一个女的被一男的强奸了，然后这个女的她怀孕了，这肚子里孩子 DNA 能给这个男的定罪吗？把他定成强奸罪。东哥，今天怎么突然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了？背着我嫂子改行研究学法律了？没有，我这是开网约车嘛，等客人没事的时候，我最近在看那个悬疑小说，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情节，我就想请教你，就是说，现实当中，就是可以靠这个孩子的 DNA 就给这个男的定罪吗？孩子的 DNA 呢，只能证明他们2个存在生物学上面的亲子关系，你证明不了你发生关系的时候是否违背人女方的意志，这个是强奸罪成立的核心。那就是说，这光靠这 DNA 还不能给他定罪。但是，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间接证据和突破口，它可以串联其他的这个证据，形成一个链条。就是说，在当下的司法环境里啊，那绝对是有希望把凶手给送进去的。不行，你不能去找孙长豪，你骗了他2000万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什么叫骗呀？那叫投资。他把
把钱给了我，我不得跟他汇报项目进度啊？我要是一直躲着，那就真成了骗子了。孙昌衡想赚大钱，那就得先投入点。哎，你就说咱们在金百利的时候，不也得先让客人占便宜，客人才愿意在咱们身上一掷千金吗？投资也是一样的，哪有稳赚不赔的项目？风险越大，收益越大。你忘了你在金百利被人摸了2把，最后啥也没捞着，鸡飞蛋打的事儿了。你这人真烦，早也提过去那件事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你别老干那些让我提心吊胆的事儿。放心吧，孙昌衡不会对我怎么样的，他不像孙海涛那样是个莽夫。我要让他把孙海涛从我这里骗走的钱，全给我吐出来。我不能认输，凤凰也得先跳火坑才能想简便。你别变成烤鸡就行了。这凤凰不是当顶的。要不我还是陪你上去吧。真不用了，光天化日的，他不会对我怎么样。小心点啊！啊。孙总，好久不见。坐吧。妹呀，阿妹，名字还真不过就是个代号，关键是看坐在对面的人。到底是个什么人啊？代号也好，称呼也罢，孙总高兴就好。最近听说我当爹了。哟，又是哪个小妹妹怀了？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孙总，按照咱们之前的合同，第2笔款早就应该打进来了。上一轮的2000万呢，承蒙您的信任，哎呀，进度没有及时同步，是我的失职，所以今天专程来，就是想给您一个清晰的交代。哎呀，这个项目我连影都没看到，2000万就化作了运营成本，这不像是个财务简报啊，这叫什么呀？行为艺术？还是你隔空取物的道具啊？项目前期，尤其是海外重资产布局、勘探合规、打通关节，都是需要大量投入的。这不恰恰说明我们正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吗？风险嘛，肯定是少不了的，但这就是投资的魅力所在。就像这杯茶，不马上喝就凉了。基础打好了，
现在核心地块的开发许可就在眼前了，就差临门一脚的资金。孙总，您在追投2000万，撬动这个杠杆，账面那些亏损，在后面的那些利润面前算得了什么呀？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。你坐，我去给你倒水。阿爷，小琪当年是被孙海涛强奸的。那年夏天，小琪跳了楼，命捡回来了，可人瘫了。当时大家都说是你，我们以为这就到头了，老天爷惩罚够重了。可后来，过了几个月，小琪的肚子一天一天大了起来，她大小便不能自理，也不会说话，我怕传出去，让人说她不检点，还怀了孩子，所以我们就离开那儿，搬到这儿住了。那肚子里的孩子呢？孩子没福气，没活下来，我们也不敢去大医院，就找了一个偏僻的小医院，去做了手术。孩子埋哪儿了？医院直接给处理了。如果孩子当时能留下点什么的话，那就是能给孙海涛定罪的最有力的证据了。你看，这个可以吗？这是孩子的胎毛，我们留着就是个念想。
今天回来这么早啊？美云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没想到赵小琪经历了这么多磨难。是啊，现在小琪的样本和孩子的样本都有了，就差孙海涛的了。你的意思是需要孙海涛的头发？毛发、唾液、血液、皮肤组织都可以，只要是在他身上掉下来就行。问题是，我们现在这种情况，想接近他太难了。我有。这是孙海涛的？我有。这是孙海涛的？怎么回事？你今天肚子这个孩子，休想出这个门。走开！哎，你干嘛？你放手！你怎么打女人啊？什么都没干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我打人！哎，是不是疯了？没事吧？啊，来，我扶你走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别跟他装了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这下证据就都有了。据本台记者报道，昌恒集团公益项目晨光计划将于明日启动，届时将有数十家媒体到场。昌恒集团始终秉持着恒济民心的这一观点。其实我没告诉你，昨天看见孙昌恒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特别眼熟。他就是梁茂发那个会所的幕后老板。真的假的？他可能认出我来了。美月，美月，结果怎么样啊，老公？阿梅不是外人。孩子应该就是孙海涛的。我已经把结果告诉了小琪的妈妈，她也同意出来支撑孙海涛了。如果只是在网上发声，很有可能被孙家给按下去。明天昌恒基金刚好有个发布会，我觉得应该是个很好的机会。这种媒体发布会，他一定会买通人脉，安排自己的人在里面。我觉得咱们也得做好万全的准备。这样吧，到时候我找个媒体的朋友混进去，搞点小动作，引导舆论，推波助澜，拱把火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撞的那一下啊？哎呀，要不然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由于孕早期的胚胎着床还不稳定，一旦遭受外力冲击，可能导致胚胎组织剥离出血。很遗憾，孩子没能保住。你还年轻，以后还有机会。孩子的小名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叫满满，幸福满满。我所有擦肩而过的幸福，希望他都能够拥有，是不是很好听？肯定是孩子忘了给你带礼物，
等他取了礼物，还会回来再找你的。我对这个世界已经别无选择，只能够挣扎的活着。所以我不想把这份挣扎转嫁到一个新的生命。但这次很特别，我觉得老天在对我说：“阿妹，黑暗不是你人生的全部，你值得拥有所有的美好。”而它就是你美好的开始。是孙海涛，孙海涛剥夺了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权利。我不会放过他的，我不会放过他。15年来，昌恒集团一直秉持着善行天下的初心，晨光计划也是未来10年的一个承诺。我们将为身处黑暗、遭受不幸的女性点亮一盏温暖的灯，铺一条重生的路。感谢晨光计划负责人孙海涛先生的感人分享。接下来进入到媒体提问环节。孙总您好，感谢您和基金会对女性关怀的承诺。这15年来善行天下的坚持令人动容。您能否分享一下这个计划将如何延续并升华基金会以往的成功经验，为更多的身处困境的女性带来实质性的、可持续性的改变呢？非常好的问题。昌恒基金会将把点亮生命的微光。孙海涛先生，最近有爆料显示，您跟20年前一起强奸致残案有关，请问你对此如何回应？晨光计划是否包含了对这位受害者的忏悔和补偿？这些问题孙海涛，孙海涛，20年的谈话该结束了，要给受害者一个公道。孙海涛，各位，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，请我们现场的各位媒体朋友们回到各自的位置去，请各位媒体朋友们回到各自的位置。孙总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，孙总。准备好了，将这一善举坚持下去。谢谢各位。迅速启用备用电源。是。什么事儿？打黑了。哎，这谁呀？台上站的这是谁呀？我就是刚才那位记者口中20年前被强奸致残的受害者的母亲。这是真的？天哪！他怎么天哪！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大家，孙海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
孙总，我查到了，韩栋做的是父母和孩子3方亲子鉴定，刚才已经出结果了，是亲生子女。那接下来，找公关部安排一下，我要在晨光计划的发布会上安排一个有趣的环节。没有孙海涛，就没有我女儿的今天。孙海涛是我们赵家的恩人。很多年前就接受过孙海涛先生的恩惠。少年的他就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。为同学病危的家人联系海外骨髓库，给我意外受伤的女儿资助手术费。如今他不畏流言蜚语，再次将我们家纳入救助计划，让我的女儿有了生的希望。对于这份无私和善良，我唯一能说的只有感谢。谢谢孙总。维惠社会，帮扶女性，一直都是我们基金会不变的理念。接下来，我们正式揭晓晨光计划见证人，有请。赵小琪女士，20年前，就是由我们昌恒集团资助的首位女性，也是因为她，我们才成立了昌恒基金会。20年后的今天，赵小琪女士能够莅临我们晨光计划的现场，我被强奸了，而且赵小琪女士将享受基金会的终身免费医疗。这也共同见证了我们基金会15年如一日的慈善之旅。韩栋先生在哪里？韩栋先生在吗？哈哈，韩栋，我就知道你在现场。韩栋，你来了怎么也不跟我提前打声招呼呢？各位，你们可能不知道韩栋是谁，但是你们一定知道他的太太林美月女士。前段时间在网上非常火的那个小面店，就是他太太。但是你们可能还不知道的是，韩栋先生的母亲20年前也是由我们昌恒基金会所救助的。当时我们帮他的母亲从国外找了骨髓，并且全程
免费救治和手术的哈。韩栋先生今天来，也是特地来见证我们晨光计划的启动仪式，感谢你啊！其实我能理解小琪妈，两个孩子这种情况，每天一睁开眼就是一大笔的医疗费，他就那么点退休金，日子总得过下去。张雨绮一家明明是受害者，今天却要向孙海涛这个施害者感恩戴德。有钱有势就能颠倒黑白吗？这世道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一定要让他受到惩罚。该来的正义都会来的。妈，对不起你，妈也对不起一直帮咱们家的韩栋。妈在新闻发布会上昧着良心说了假话。可妈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妈就想着，等妈不在了，你们姐弟俩该怎么活？超，你醒了，你醒了！护士，你快来，我儿子醒了，护士。晨光计划也是我们未来10年的一个承诺，为那些身处黑暗、遭受不幸的女性点亮一盏温暖的灯，铺一条。张律师，看见我跑什么呀？孙总，刚没看见你，干嘛去？我去楼上给董事长送点文件啊，正好，我也上去，我帮你们。不劳烦您了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最近没什么事儿，就别来公司了。我不来公司，过2天，这公司就变成别人的了吧？就像当年你把我妈轰出去一样。你身上那么多累，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报。这么大的公司，你一个人扛得住吗？我把你的股权给稀释了，也是想必要的时候给你分担压力。哼，那怎么着？我还得说你挺好的呗。
你还有事吗？没事。啊，对了，你让我帮你查的那个林美月，我帮你查了。10年前是金百丽的头牌，她叫阿珍。我知道了。你俩不会有故事吧？啊，好，谁还没点隐私？我不问。美月，拿个棒子干什么呀？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来这儿了？看你这么晚没到家，我刚才打你电话也不接，我出来迎迎你啊。哦，可能没听见。我感觉后面一直有人跟着我。有人跟着你？啊。这样，这2天啊，咱们早点关店，我先把你送回家，我再出去补车。行。先回去吧。慢走啊。嗯，好嘞。飞行时缓25元。你给我寄了个这是干嘛呀？这个电棍寄给你呢，就是为了防身。下次再有人跟踪你啊，你啪的一开，电不死他。我怕电着我自己。喂，李荣臻，你打错电话了。10年前，苍南别墅郊外的那场大火，你还记得吗？孙长恒，你想干什么？都是熟人，就想找你叙叙旧。
榕江的景色是真美呀、北边，高层的住宅区，那是15年前我联手港资建起来的。东边，密度最大的那片住宅楼，是12年长恒集团牵头的棚改回迁。中间这一大片在建的城市公园，也是去年我们承接的项目。榕江能有此刻的繁华，真得感谢我孙长恒啊！表面上的风光和繁华，也掩盖不了底下的恶臭，烂透了。我是想告诉你，当年你在梁茂发那儿做的事情，并不是低俗的交易，而是在为眼前的城市发展铺路。说来真应该感谢你们当年的献身与付出。当年我投资梁茂发的会所，就是为了好好伺候那些大人物，给长恒集团的生意打通人脉。可梁茂发居然偷偷给那些客人录了像，以此勒索。被他偷拍勒索的那些人，他和我都惹不起。梁茂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捅了多大的篓子。最后客人把这笔账全都算在了我的头上。为了杜绝后患，本来想尽快做掉的，等我带人赶到了，会所居然没一把大火给烧了。藏视频的保险柜里什么都没有。我得到消息，着火的时候，梁茂发是和金百丽出来的女人在一起，而那个女人事后就和那些视频一起失踪了。那个女人就是你呀！我不知道什么视频。当年我逃走的时候，确实拿了保险柜里的钱和首饰。但是你说的视频，保险柜里根本就没有。别墅里那么多女人都逃走了，为什么偏偏找上我？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我手里有你要的东西？当年在会所，你这张小嘴就很厉害，让我印象深刻。我也不多跟你废话，直接谈条件。今后只要是长恒集团的项目，房子你随便挑。将来孩子择校，或者想换黄金地段的商铺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只要你交出梁茂发当年偷拍的视频。我手里如果真的有你要的东西，我早就交给警方，把你们都送到监狱里去了。杀梁茂发的凶手，到现在也没找到。警察应该也挺着急的，给你3天时间交出视频，要么你带着视频来找我，要么警察带着手铐子去找你。